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怎么疏肥鲑鱼。我们今天希望鲑鱼的口感有点像是慕斯一样的滑顺，这种构造简单的呢，真的非常的实用。鲑鱼会在里面游动，就鲑鱼是一个很容易弄坏的东西，所以要弄到好吃不容易。这个做法只有疏肥有办法做的，熟度、口感都完全一致的一个鲑鱼，像慕斯一样，超级柔软的。赞！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怎么疏肥鲑鱼。我们先讲一下疏肥这件事情，它其实只是一个烹调技巧，就是一个加热的一个技术啊。疏肥鸡胸、疏肥牛排，的确在台湾是蛮常利用疏肥这个技巧来做烹饪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说，它可以用疏肥这个长时间的水域，尤其是中性温度，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温度。然后我们之后再做表面的处理，就是煎个脆壳啊，或者梅纳反应，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在很多的高级的餐厅里面，他们也很喜欢用疏肥，可他们不一定是用在牛排跟鸡肉这些东西，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运用在鱼肉料理，因为鱼肉料理呢，它非常的容易煮过头，比如你煎个鱼排啊，就非常容易的煮过头。比如说鲑鱼。对，鲑鱼就是一个我觉得太长，就是被煎过头，因为它就过熟变干柴跟好吃的那个界限真的很小，而且它的技术真的比较难一点。对，所以鱼肉料理反而是大家在高级餐厅里面最常拿来使用疏肥这个技巧的一个料理，主要是因为高级料理的餐厅，他们希望他们出的东西是一致性的啦，就是所有的熟度都是一样的，尤其是鱼，它一定是从冰箱拿出来，它不会说还像牛排可以在那边摆一下，可以回温什么的，鱼肉不行，因为它很容易就是摆在厨房的温度里面就挂了。就会臭掉，就腐败这样子，就会有鱼腥味跑出来。所以鱼肉料理呢，通常都从冷藏里面拿出来。那冷藏的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很难把中心温度控制得非常好。所以很多高级餐厅都喜欢用疏肥这些技巧呢，来烹调我们的鱼类料理。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样疏肥鲑鱼，而且我们今天希望鲑鱼的口感有点像是慕斯一样的滑顺。那我们先来处理鲑鱼。鲑鱼呢，大家去买冷藏的啦，不要去买冷冻。冷冻了之后，保水性会差很多。那鲑鱼的话有鱼皮，那我们今天鱼皮不要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骨头啊，这些的都要拿掉。中间的骨头我们今天都把它拿掉。我现在想要先去骨啦，所以我们先把鱼腹这些的都先拿掉，然后包括上面的肋骨这些的都把它先拿掉。对，我们就沿着这个骨头旁边，鱼腹这边，把它拆掉。这旁边的脂肪也比较多，所以我们都先把它拆掉。这边还有根骨头，我们绕过去，这样沿着骨头把鱼肉拆下来。因为我今天是拿轮切的啦，所以会是这样子的处理。因为我想你们也是比较容易拿到轮切的。对，好，先拿一半下来，这一半我们也把它拿下来。就沿着骨头切它就好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检查有没有骨头，如果有骨头的话，我们要把它拔掉。我们稍微用手去摸一下，因为鲑鱼呢，它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些骨头，所以我要摸一下有没有啊？看这边就有一根骨头，这根骨头就要把它拔掉。对，就拿骨夹把它拔掉，这样翻面，这边也摸一摸有没有？哦，这边摸到有一根骨头，这边就要把它拔掉。这个。所以鲑鱼一定要注意会有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要摸一摸，这边就有骨头了，这个就把它拔掉，直接从这边拔掉。只要你摸到有骨头，就是要把它拔起来，因为你希望之后吃起来的感觉是很丝滑的，不要还在那边挑骨头，很累。再来，我们要去皮，放在边边，这样子，稍微拉动一下皮，到这边我们动，贴着砧板，这样就拿掉了。鱼皮贴着砧板这样。我们再拆个鲑鱼，我们先从鱼骨把鱼骨先拿掉，包括这个肋骨的部分，我们一起把它拿掉，沿着中间这个龙骨把它切掉，沿着中间的肋骨把鱼肉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我们先去骨，把骨头找一找，摸一摸，摸到骨头了就把它夹掉。两边都要摸，都一定要摸。注意有没有骨头，这边还有一根不明显的，所以还是要拔掉。到鱼皮这边
切开来，然后贴着砧板，这样拉。动的是鱼皮，不是鱼肉，不是刀子，这样就很干净。鱼皮在这里，我们把它反过来贴着砧板，这边轻轻划一刀，不要把鱼皮切断，然后拉到砧板旁边，这样子，然后开始拉动鱼皮，鱼皮很干净，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鲑鱼的预处理。那我们现在要先做卤水。卤水的话呢，我们用1公升的水，这个水，然后我们再加上20克盐，就2%的盐，然后再加25克的糖。这个水要让它煮滚，把糖跟盐都混合，然后让它溶掉。然后煮滚目的是要杀菌啦，所以这个一定要做。对，因为你等一下泡的鲑鱼，就算我们放在冰箱还是很容易坏，所以先把它杀菌，然后煮滚，真的可以了。煮滚之后呢，我们放入月桂叶1片。还有百里香，1小撮百里香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卤水把它放凉，因为我们不是要拿它来煮鲑鱼啊，我们要让它腌鲑鱼用的，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放凉。现在呢，我们用盐卤来腌这个鲑鱼，大概要腌1个小时。今天比较懒，我拿夹链袋，这种夹链袋就好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盐卤把它倒到我们的夹链袋里面，连刚刚的香草那些的能倒进去就倒进去。然后把我们刚刚的鲑鱼就丢进去吧，4只我们都把它丢进去。记得这个 Brian 一定要是冷的，好，最好是拿去冰箱冷藏。我们把空气排出来，你可以用那个排水法啦，只是我现在懒。好，就这样，我们就把它拿去冰箱冷藏1个小时。今天我们使用的这台呢是德国 SVD Swede 低温烹调机，它构造非常的简单，加热铜圈，然后这个风扇里面有一个测定你的水有没有够高的这个浮球，然后其他就是这样，外观就很简单。这边有显示就是最低的水位在哪边，还有最高水位在哪边了。虽然这上面这个不能碰水了。不过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有水汽那些都还好，都没有什么问题。它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这后面就是开机，开机了之后呢，这个面板就会亮起来。一开始台湾这边的原厂设定呢，上面显示都是摄氏温度，烹调温度呢是在45度，这边就是可以调整它的温度的。当你需要温度的时候，按一下这个 mode， 按下去，然后它就开始可以设定时间。对，然后它这个是以小时为单位，它这样就是1个小时有10分钟，操作起来就是很简单，就很轻松。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的是30分钟。这样30，然后再按一次 mode， 对，它就开始叫，然后呢，它就开始加温，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的底下的那个下的扇叶就开始转动。那我觉得它很棒的是这台它的功率非常强大。台湾目前这个大小来说的话，功率最大肯定就是这台，它是2400瓦功率，它功率非常的大，而且的里面的循环水的这个扇叶呢，动力也非常的强，所以它很快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预设的温度。像我们刚刚就是大概从摄氏25度开始，一直弄到现在大概40几度，大概只要10分钟吧，超级快，我觉得比煮水还要快。看它里面水波就知道它循环的非常快。现在温度到，它这个 sensor 它这边是感应它水的温度的，它就告诉你它 OK 了，它就开始叫，它告诉你说已经可以了，对，然后你可以就是按一下，告诉它说哦我已经可以了，你可以开始计时了。然后这边这个计时器就开始闪，对，会开始计时。然后你就可以计时到你需要的温度。不过通常啦，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相信这个 timer， 自己另外设一个 timer， 然后时间到你就要拿出来。我觉得它蛮有趣的是，它有一个防呆功能，就是如果说你的水位不够呢，它就没办法运作，或是你把它拿起来，它就没办法运作。我们把它拿起来，那个浮球就会往下降，你就开始哔哔叫。它哔哔叫就是你的水位不够了，然后我们放下去，它就好了，它就可以了。就是有个防呆机，免得你在那边干烧很危险。这台主要是业务用的啦，因为它就是最多可以弄到65公升的水都没有问题。然后这台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很多舒肥棒就是它是吸进去加热的。所以舒肥棒它很容易，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异物啊什么的，比如说你漏带啊什么的，你就很难清洗。那这个超级好清洗，因为它构造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后面整个是开放式的，你要就是好好的把它打开刷一刷，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有那个异物卡进去就挂掉的这个风险在。比起一般的舒肥棒，它又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它温度上下的是蛮稳的，大概就在0.5度之间，它调的温度很准。然后加温也很快，而且重点是呢，这家厂商呢在台湾给我们2年的保固，然后10年都可以维修，10年够本啊，够本。不过我想以它这样的构造啊，真的不太容易坏，因为好，你今天如果是大量疏肥的一间餐厅的话，如果坏掉了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所以有些人会买2台。那这台比起你去买2台那种，对，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有可能会塞东西的，这种构造简单的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目前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方便的东西，可能就是它是用220的电，因为它是2400瓦功率啊。所以说，如果它是用110的电，会有一点风险。不过我想，现在的确很多人都是大量的在家里面也在用比较可靠的器材，大家的烹调量也越来越大的时候，这台就真的很方便。这台就是构造简单，然后它操作也非常的简单。虽然它没有像现在很多机器有什么连 WiFi 啊，可以在手机上面做一些很厉害的操作什么之类的，它就是一个业务用的，就是简简单单，不容易坏。因为你只要有越多的电子零件在里面，就在这种高湿高温的环境里面，它就很容易坏掉。操作简单，餐厅里面要教新手去做这件事情都很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排除障碍很简单，然后清洗也很简单，就是一个for业务用，防呆机制设计也非常好的一台机器。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就自己在底下连接自己找。现在呢，这个鲑鱼我们已经就是让它腌在这个 brine 里面已经1个小时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移到真空袋里面去，拿去舒肥。其实你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整袋就直接拿去舒肥了。对，可是如果你整袋拿去舒肥的话呢，可能会有个风险，就是它会鱼肉全部粘在一起。对，全部粘在一起，到时候你会很难剥开。鱼肉舒肥完之后会非常的柔软，所以尽量不要，还是把它好好的弄一弄啦。对，所以我还是想办法去把它分成小袋。好，那我们把它打开，就小心的，因为现在鱼其实很软。对，鲑鱼真的是一个很软的东西，很小心，稍微小心放进去。那这个 brine 呢，你也可以倒一些 brine 在里面啊。对，不过我这个时候通常会放橄榄油，所以这 brine 我不要。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会先倒一点橄榄油进去，因为我希望它的那个脂溶性的香料还在上面的，脂溶性的味道可以进去里面。那你如果最后还想要再做一点调味的话呢，现在是可以做的。对，你可以加一些胡椒啊什么的进去。可是因为我今天想要呈现的样子，胡椒会让它有点丑丑的，对，所以我不要。那橄榄油还有一些可以让它阻绝空气的效果。然后我们会稍微把它就是摊平一点，把它弄得漂亮点，因为等下肉硬了，像这样弯弯的，等下肉就会长弯弯的。所以我们稍微在真空袋里面把它摊平，把它变成你等下想要它呈现的样子，变好看一点。然后我们就拿去真空。那我们现在真空完了，那我没有把它真空到非常空，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要让它真的变接近真空的状况。我们不是要保存它，我们只是要不要让热传导能力较差的空气在里面太多。所以看到有一点点气泡，拜托不要跑，好不好？舒肥没有人在把它弄到真的全真空，有点泡泡是正常的那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我们今天设定的温度呢是45度，对，然后30分钟就丢进去吧。丢进去，流速很快，鲑鱼会在里面游动，因为我没有放那个舒肥架啦，这样就丢着了，然后直接再按一下，开始计时。它其实它水是从外面进去，然后从下面排出来的。那我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洞其实很大，所以基本上不会吸住东西，所以不会影响到说它的水流的流动。而且这一块这浸在水的部分全部都不锈钢的，所以都没什么维修的问题。趁鲑鱼在舒肥的时候，我们来准备我们的酱汁。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奶油白酱的变体罗勒叶，我懒得去找那个甜罗勒，所以我就拿我家种的9层塔来。也是可以，味道比较重一点。其实这个比较适合台湾的味道啦，说实在话。那我们先来切小辣，就是红葱头，因为台湾没有那种大的红葱头，我们只有这种小的，所以我们就先切。红葱头是60克，尽量切细，尽量把它切细，尽量都要把它切碎哦，然后尽量切成一样大啦。这是一个费工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很多个要切，对，总共有60克要切，因为它是一个小的，不是大的。然后这个尖尖的地方我都会把它留着啊，因为这样比较好抓。对，为什么台湾没有那种大的红葱头？那如果你不想用红葱头，你可以用洋葱。对，虽然味道有点不一样，可是洋葱也是可行的，不是不行。不过这种红葱头跟那种法国的红葱，那种大颗的也有一点味道不一样啊。红葱头终于切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煮酱汁。我们先开火，放一点奶油进去，让它融化。好，这个大概10克吧，放一点奶油进去。这个只是要拿来炒红葱头用的。奶油已经热了，
融了，我们就来下红葱头，全部下去，把它炒到出水，火要控制一下，不要让它炒焦，炒到香味都跑出来了，然后水分应该都开始出来了，都已经开始有点透明了。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来加白酒醋，这个是香槟酒醋，加进去，让它煮，中火到小火煮它一下，然后我们加入150cc 的白兰地。你如果要加白酒也是可以，白葡萄酒也可以。好，这样子，我们稍微让它煮一下，浓缩一下，那我们就把它浓缩到剩下1/3的程度，用中小火慢慢浓缩它。那浓缩的时候呢，我们来切，这个是九层塔，对，不是罗勒。正常来说应该用罗勒，可是我懒。对，我们只取叶子，梗不要。九层塔大家比较好取得啊，甜罗勒我觉得大家要拿到都会有点困难。大概是3-4克的量。之后我们把叶子排一排，这样会比较好切，卷起来，把它切碎，把它切更细。九层塔算是一个跟鱼料理都还算是搭的东西啦，会多一种南洋的风味。先把它摆起来，摆一边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酱汁，已经开始浓缩了。这样浓缩的差不多了，我们用很小的火关到很小的火，然后我们加上60cc 的这个是鲜奶油，大概60cc。小火不要大火，不然会油水分离。对，它乳化效果就变差了。轻轻的搅拌它，一样都是用小火操作。接下来我们分批的加入我们刚刚就是称好的奶油。这奶油我把它切成小块，像这样子小块的，然后这样子150克，小心的慢慢一点点加进去，分次加，慢慢加，不要一次加太多，搅它，让它可以慢慢的乳化进去。那奶油不要太大块进去，切小块的目的就是让它可以快速的融，不然等到融完可能你温度会太高，把它搅到丝滑。你看融到差不多剩一半了，就再加一些进去。奶油最好是冰的啦，会比较结成块状，反正你就慢慢弄，这样酱汁的温度也不会太高，用很小的火去操作它。我们这次没有过滤，对，这个水蜡我们会让它留在里面，这样全部溶掉了，那我们就先关火。我们要加一点柠檬汁，一点点就好，最好拿5支柠檬，这样子，加一点柠檬汁进去，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好，现在我们可以加一些黑胡椒。要加盐调味，黑胡椒跟盐要多少？适量，适量就是我舒适的量，加进去搅一搅。这个酱超容易油水分离，所以最好是你要用的时候再做，对，不要硬先做。最后加切碎的九层塔，这样子一直搅，继续让它乳化。因为我们有加鲜奶油，其实它乳化性蛮好的，试味道，很烫。我想要试一口。啰嗦。酸酸的，对不对？这我觉得要再咸一点，你觉得嘞？永远都可以再咸一点。那它是配鱼的酱汁啊，我想要再让它咸一点，所以就加一点盐。赞。好，那现在这个已经好了，它已经哔哔叫了。那我就把它先关掉。厂商是说建议说，就是你没在用就把它拿出来，就放旁边。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鲑鱼先拿出来。你看它蛋白质都已经开始变性了，都已经变跟原来的颜色差很多，蛋白质都已经变性了。那我们来摆盘啊，先摆一排。然后把鱼剪开，剪开之后呢，把这个汁倒掉，把里面的汁倒掉，尽量倒干啊。倒完之后呢，鲑鱼滑到盘子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这样实在太无聊了，所以我们撒一点胡椒上去，一点点。然后柠檬皮，我们撒一些柠檬皮上去。让它多一点柠檬的香味，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
当然现在到试吃的时间，这家伙就出现了。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柔软了。干嘛拿刀子？还是用刀子啊，优雅一点，非常的柔软。沾一点酱，好软，像慕斯一样，超级柔软的。你吃看，好吃吗？你有吃过那么软的鲑鱼吗？我才有吃过。你在偷吃，可恶！超软，比刀子好像真的没有需要。你很粗暴你以前应该没有吃过那么软的鲑鱼。以前没有。就口感很像慕斯一样，鲑鱼油脂量很高，所以我们搭配个酸酸的酱汁，然后搭配一点罗勒的味道。对啊，用叉子就可以解决了。很小心，它很软。超软的。我觉得配柠檬真的还不错。配柠檬真不错，比较解腻呀。要不然它很软，然后又本身是一个油脂比较多的鱼。就鲑鱼是一个很容易弄坏的东西，要弄到好吃不容易。又很好吃，这个做法只有舒肥有办法做的。鲑鱼配这个白酱，我觉得刚刚好。觉得加那个柠檬的酸味，还有柠檬的香味，整个吃起来那个层次还蛮多的。对，很平衡。你觉得嘞？好吃吗？好吃啊，很好吃哦。这一颗你觉得卖多少钱？不知道，大概600卖你就好。很便宜吧？佛心呢？机器就很贵了，你知道吗？那是带是700啊。700，好，你可以那等下交700。没办法，这段要逼掉。我觉得这台机器构造很简单，而且升温非常的快，瓦数真的很高，它功率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真的不错。操作非常的简易，然后要清洗什么也都很简易。刚刚试验起来就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机器，而且你可以大量的做，像我们刚刚那个盆子那么大，其实可以放个10条应该都没问题。这是一个就是从里到外的味道，就是口感完全熟度、口感都完全一致的一个鲑鱼。如果你想要表面有梅纳反应，就是喷枪喷一喷啦，它会表面有点焦香。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样呈现这个感觉也很不错，不会说你切下去里面外面硬硬，里面就散掉这样子。不过它整个都蛮容易散的，算是 fine dining 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啦。就是鲑鱼的话可以这样子去做，那你在家里面其实也都做出来。现在其实舒肥就蛮方便的啦，没有以前那么门槛那么高了。今天做的酱汁也算是简单的酱汁，大家应该在家里面都可以做出来。那如果大家对于煮鲑鱼或是煮鱼或是舒肥的机器呢，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舒肥料理的话呢，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讲。或是你可以加我们赖社群里面有很多人可以回答你有趣的问题。你找这台机器的话，在底下链接，我们放在底下链接，大家可以购买。如果喜欢影片的话，怎么样？订阅、按赞、分享都内。好，可以过。然后这样，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